想象一下，在太空中漫游，观察宇宙的奥妙，或是在其他星球上建立殖民地，那会是多么令人憧憬的幻想。但事实上，在太空中生活也充满着挑战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挑战是什么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矿工熊。人生的阅历就像挖矿一样，需要一点一滴深耕累积而成的。让我们每次花3分钟，开采出属于自己的宝石吧。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是，在太空生活的挑战。太空中的微重力环境是对身体的一大挑战。我们常常看到太空人在科幻片或者纪录片里面，在太空舱里漂浮，或者在其他星球上一跳就能跳到好几倍高。那是因为在太空里面，或者在质量比地球小的星球上，缺乏重力的影响。当我们的身体受到长期微重力的影响，肌肉就会流失，骨骼也会失去质量。这个问题对于长期在太空中居住的人来说尤其严重。所以在现实生活，太空人回到地球后有一段时间都要进行复健训练。科学家们还在开发新的技术，去维持宇航员的身体健康。其中一个假说，就是在太空中建设一个持续旋转的太空站，利用向心力的反作用力，制作出人工重力。但是现实上，我们还没可以建设这种设施。此外，在太空中生活还需要解决水、氧气和食物供应的问题。要满足这些基本需求，人类才能在太空中生存。最近也有科学家提出，开发更强的生物反应器，去解决人类在太空的生理需要。生物反应器的原理，就是微生物在太空中进行代谢反应，来产生能量。这项技术的应用有很多，例如制药、酿酒，甚至培养人工组织细胞。科学家希望利用这种方法，为太空飞行员提供食物和氧气，以及为太空船提供动力和能源。实际上，已经有一些成功的生物反应器实验，包括利用细菌产生甲烷，利用光合作用产生氧气等等。所以未来这种技术将有望成为长期太空旅行的重要工具。不过其实刚刚谈到的困难都属于容易发现的，变相就容易一点解决。接下来说的是看不见的威胁。首先，长时间在太空中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影响。因为最初在太空中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神奇，但紧随其后的就是长期的孤独和与地球隔离的孤独感。所以太空人的考核里面，除了体能测试，也需要他们具备强大的抗压能力和对孤独的承受能力。不过更危险的，莫过于辐射。当然，我们在地球上也会遇到辐射危险，但是在太空中，它的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。假设你正在外太空漂浮，你将没有地球的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，因此你会暴露在太阳和宇宙射线的辐射下。这些辐射通常是由太阳和其他天体产生的，并且能在太空中毫无阻碍地自由穿行。对于人类来说，长时间的暴露在这些辐射下会对健康造成危害。当我们暴露在辐射下时，我们的身体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。辐射会穿透身体组织和细胞，导致 DNA 损坏和突变。这些突变可能会引起癌症和其他健康问题，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下一代的健康。辐射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，导致认知和记忆功能下降，进一步阻碍我们在太空中生存。现在你可能会问，如何避免辐射危险呢？答案是，我们是很难完全避免辐射的，但我们可以尽力减少暴露时间。在太空船上，我们可以使用辐射防护材料来减少辐射穿透。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在太空中减少停留时间，并在太阳风暴和宇宙射线暴期间，留在特制的避难室里面躲避。总之，生活在太空中确实需要面对许多挑战，但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都正在开发各种新技术，以解决这些问题。这将为人类在太空中长时间生活打下基础，并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带来更多可能性。那么，你想在外太空长时间生活吗？你认为人类将来会在外星殖民吗？欢迎留言一起讨论。想看更多关于宇宙探索的影片，一起探究宇宙的奥秘，马上订阅这个频道吧。我们下次见。